好的，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一个历史发展关系吧。首先来看呢，首先最早的肯定是 IPA 国际音标了，它是在1888年就已经创立了，就是它是为了解决语言学的一些问题的，就是说，哎，不同语言我要研究，那么我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方法去给它们分类啊，就固定好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那大家一看就知道，哦，我知道是这个 IPA 符号，那我知道它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发音部位，前中后，还是说开闭，还是怎样，就可以知道有这样一个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一个工具嘛。所以呢，就是它这肯定是最早的，而且这一个 IPA 呢是最标准的。然后呢，就分出来之后呢，就是基于这个 IPA 呢，就会发展出来两套不同的这个音标体系了。因为英式英语跟美式英语其实是发音是有一点差别的。好，那这个英式音标呢是会更早一点，然后呢，它就是肯定是 IPA 来的嘛，然后就这个Daniel Jones 他创立的嘛，它是有一个长短元音，有分长音跟短音的。然后呢，就是这一个KK 音标就是美式啦，就 Canyon and Not，它呢也是从 IPA 过来的，就会比较匹配美国美式英语的一些发音的一些特点，包括它是有松音跟紧音啦。但其实这个卷舌音，我觉得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就算是美国，它不同的州，南方跟北方，或者说东西两岸，我觉得其实它自己内部的差别就蛮大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啊，我们就只要看那个音标符号，知道它的这个差异就好了。所以就最重要就是知道，哎，IPA 是它的母体，不管是 DJ 还是 KK，它都是借用这一套的符号然后就甚至它的符号还挪用了一下，就不是完全真的对应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借用它的这个系统，然后创出一套符合美式英语还有符合英式英语的他们自己独特的一套音标体系，虽然长得差不多，但其实不是完全对应的。那这三种音标表呢，其实很多人呢都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而且很容易混用。但这一个呢，其实是很有必要分清楚的。我们就先搞清楚这三个版本到底有什么区别，而且是怎么演变的吧。首先呢，最基础的是国际标准音标，当然它的这个全拼呢，英文在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它呢就是统一国际会使用的，就是说不只是英文，其他语言它都统一会这样子去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标准化的、很科学的一个分法。比如说呢，它这里呢，大家看到有两个轴啊，一个是front 前面，就还有就是 central 中间 back 后面的发音嘛，它就会分这个，比如说是有这么一个音素或者说音位，你要怎么去分它呢？它就会分如果是一音的话呢，它就会分它是发音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它就会放在 front 这里。然后呢，比如说呢，这里呜就感觉它的发音其实是比较靠后舌的那个根部的，所以它就会放在 back 后音的这一个部分。那么呢，这个其实就是舌头的前中后的位置了。那纵轴这一个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是开口大小，就是 close 呢，就是你的嘴巴呢，就是最不张开 close 嘛，关闭嘛，最紧闭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一音呢也是放在一个最紧闭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按照开口的大小，还有你这个发音的位置，那你就直接可以切分切分成很多的小格，是不是？那你就大概知道你这个语言的这个音大概是放在什么位置了。所以呢，它呢其实是一个国际学会创立的，而且是非常标准化的一个表示方法。就是不管你是理论上什么发音你都是可以装进这个框架里面的，你就是归类分格子就好了，对吧？所以呢，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语言的语音的，包括英语它这个呢，比英式音标跟美式音标都要早，这个才是最早的、最本源的那一个东西，就是国际音标。当然了，大家也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所有的元音音标，我们好像有一些没见过好像不太认识英语音标好像没见过。那是当然的，因为它这里是表示了最全的发音的一些位置嘛，所以英语的话，它不是每个位置都会发音的，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只有一部分的音标呢是英语里面会涉及到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了这一个垫底的话呢，这一个其实是辅音了。辅音的话就先不讲了，因为就是不管是 IPA 还是英式音标、美式音标都是一样，符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就先不讲，后面讲辅音的部分我们再去仔细展开。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式音标叫 DJ 音标，就是Daniel Jones 这个人的名字，所以就是 DJ，就是英国主要采用的一个音标方式。当然，其实不只是英国啦，前英国殖民地的地方包括
马来西亚啊，包括印度啊，就是很多地方啊，都是会继续沿用这一套的音标体系，包括我们学习音标，基本上学的都是英式音标，就这一套，因为它是最多国家使用的嘛。那么它跟刚刚的 IPA 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们的符号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等一下的话，我会直接给大家做个对比，就是它有大部分是一样，但是有一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 bad 这个音啊，它其实是靠近一个 open mid 一个音。你记住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跟这个E 的字母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要去对应到 IPA 的话呢，它其实位置在这，是 IPA 里面的这个符号才是对应到刚刚英式音标的那一个符号。对于有的小伙伴可能就是注意到了，就是不是这个吗？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所以就是用的符号不一样，就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或者说要去熟悉。当然，就是你可能不用特地去记啊，因为大多数人的话，你不是学别的语言，你只是单纯学英语的话呢，你这个 IPA 其实是没必要记的，你就记英式音标就好了。当然，我给你展示出来了，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IPA 的音标、国际音标用的符号跟英式音标用的符号呢，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然后呢，英式音标还有包括美式音标都可以放进来，就是说去找对应。比如说刚刚那个一符号的，就这个英式音标里面的我可以对到是这里，就是你要可以对进去，但是符号不是一模一样，知道这个就好了。好，那具体我就先不展开了。然后呢，我们就跳到来看一下这个 KK 音标、美式音标，就是它是那个Canyon and Knot，就是这两个人一起创立的，在美国比较通用的一个音标，感觉乍一看上去好像都差不多。当然这个辅音不用看了，一模一样的，三个都是一样的就主要是看元音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乍一看好像差不多，但其实是有一点变化的。比如说呢，它是美国它不分长音跟短音，所以它没有那两个点的，它只分松音跟紧音。好，然后呢，就是这里就不多说了，就都是从这儿来的嘛。然后呢，包括这个 Daniel Jones 啊，还有这个 Kenyon Not，知道一下就好了。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那么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其实是 English Phonology，就是英语语音的一个维基百科的一个页面吧。它这里就很清楚的列出了三个代表不同地区的一个英语的发音。这个是received pronunciation， 它是英国的，就是最传统的一个发音。这个是大部分美国的发音。这个是澳大利亚不重要，我们就看这两个就好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里就两个点是表示长音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英式音标的一个特点，它会用长音标出来。然后美式音标的话呢，它是不分长跟短的，它是分 lax and tense，紧音跟松音，然后你知道有大概这样的一个差别就好。然后它们符号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它这个分法它还是用 IPA 去分，包括是前、中、后，对吧？这个 rounded unrounded 的就是一个是嘟不嘟嘴，rounded 就是你要圆成去嘟嘴，然后呢 unrounded 就是不嘟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别，也是 IPA 的一个分法。然后这里就是最闭合的、中间的，然后就越来越开，也是 IPA 的，其实都是来自 IPA 的一个分法来的。这样子是可以很标准化的看到它的这个发音方式跟位置有什么不一样。好。那么就是这么说还是很抽象啊。那么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方法吧。就首先的话，你要知道就是说有这么多个版本，然后你主要以哪个版本去学，然后呢就是按照呢这个发音的这个部位，包括我可能等一下会给你们展示啊，就是说那个音标的话呢大概是什么的一个位置，所以它大概应该是什么发音的。但是我不是很建议死记硬背啊，因为毕竟就算是英国的话呢，它不同的地方可能它都会有一点点差异化，都会有不同的方言，所以没必要死记硬背，就是知道大概的位置在哪就好了。然后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去多训练、多听、多读，这样子才是真的能够学会，要不然就是纯符号的话呢，就哑巴英语的话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来吧，先看元音，要看辅音，最后再去看这个拼读跟语流。OK，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自然拼读啊。这个说白了就是增加你能够盲猜正确这个发音的一个规律什么意思呢？就是来
这一排其实就是我们的音标符号了。那么我用的是英式音标，因为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大多数人会学的，都是英式音标嘛。然后呢，这一个呢是它的拼读。如果就是大家真的很有经验的话呢，就是能够盲猜对的话呢，就知道大概呢就是哪一个这个东西可以对应到哪一个拼读。然后呢，最麻烦的地方呢就在于呢，这个音标跟它的这个拼读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它是多对多的关系。比如说这个一长音一是吧？它呢可以是连到这里就是那个比如说 previous。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长音一 previous，它是可以连到这里的，它当然也可以连到这里。你看这个音就可以对上这三个都可以，比如说这个是海滩呢 beach， 海滩然后这个 sea 吧。那你看这个就是都是这个东西，都是这个长音一。那么这个短音的话呢，它自然呢就可以连到这个了。大多数其实都是这个连，就是例子就很多了，比如说 hit。然后呢，还有别的吗？就是别的的话呢，就偶尔也会有这个吧。这个线不是很直啊。好，这偶尔也会有吧，比如说这一个pretty， 它就是还蛮干脆的，它不像这个 previous， 它会有一点点长比较停顿一点，而且它其实还更加紧闭一点。但是这个就先不说了，反正呢就这两个不一样，这个是短的 pretty， 这个是 previous， 这个是长的。你看这多对多啊！你看这能怎么办呢？你就靠经验呢，还能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呢就 a 的话呢 ，a 音这个的当然是可以的，比如说 bad， 对吧？这个还有呢，就还有哪一个呢？a 音的话，应该就只有这一个了。这个也有 head， 比如说 head， 这个头的这个 head 也是嘛。a 音嘛，然后呢，再一个耳的话呢，应该就是它其实这两个都行了。耳的话呢，5个元音都有的，那我先连上呗，这两个都可以。这里的话，比如说 taken 吧，这个就是耳音，这个一下子想不到就算了，反正它5个都可以就这个呢，长音的话呢就 her 咯，念这一个 her。当然，它不是说只能连它有别的，比如说 UR、OR 之类的，所以它也是对多的，只是我这里放不下而已。所以大家就看到它那个线呢，它不是一对一的，是这个呢，你看这里就已经有3种可能了，你看这里也有2种可能了，它其实不止这2种啦，只是我放不下而已。所以呢，这一个自然拼读的话呢，就是一种经验，一种大致的规律，但它不是100%正确的。你要就是能够做到很熟悉，看到这个单词我们能盲猜对它的发音的话呢，是需要一点积累，还有一些经验的。那么接下来呢，就会教给大家怎么去做到这一个就是能够起码读对吧？这个音标你能读对，大概的位置能读对，而且它的一些大致的一个拼读的一些规律，就是它大概什么拼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音，这个呢会一起教给大家。那我话不多说，我们就接下来继续看吧。当然就是一定要强调，就是这个自然拼读它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律，它能有90%正确的，我觉得都已经 OK 了。因为英语它的那个单词来源不是只有英语古英语啦，就是它有很多是拉丁文，有很多是法语来的，法文来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德语或者说是意大利语都有，它来源很杂的。所以呢，就这个规律的话呢，不是100%，因为它的来源太丰富了。比如说一些法语来的单词，这个 chef， 你能怎么整呢？对吧？好，那这个知道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是尽量掌握吧，就起码增加盲猜对的概率。此外，就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你可能会考试考到这个这种单选题什么的，他就会考你这个大致的规律了。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吧。